云朵怒揭真相，与刀郎关系大公开，那些年被误会的背叛。云朵从小在大山里长大，对音乐特别着迷。他眼中的世界并非只有眼前的青山绿水，还有更广阔的音乐天地。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音乐的世界又是什么样的？这份好奇与渴望驱使着年仅16岁的他，独自一人背负着简单的行囊，坐上火车，翻越崇山峻岭，前往繁华的成都。然而，现实远比想象残酷。他在陌生的城市里，没有任何背景和资源，就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碰壁，找不到方向。纵然满腔热爱，却不得不为了生计，在餐厅做一名普通的服务员。生活的压力没能让他放弃对音乐的热爱，他觉得只要不放弃，总有一天会有人听到他的歌声。命运的转折往往发生在不经意间，云朵意外地遇到了秦望东，他是刀郎的表哥。就这样，云朵的歌声被刀郎听到了。当时的刀郎正处于人生的低谷期，虽然2002年的第一场雪等歌曲让他火遍全国，但他还是遭到了主流音乐圈的冷遇和质疑，同行的非议，媒体的围攻，让他对这个圈子产生了一丝恐惧。他选择离开喧嚣的舞台，与家人一起去了新疆，试图在那里找到内心的平静。云朵的出现让刀郎心里亮堂了。在这个大山里走出来的小女孩身上，她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看到了那份对音乐的纯粹热爱和执着追求。她决定收云朵为徒，把所有的经验和心得都交给她。刀郎对云朵的培养真是付出了全部心血，他在音乐上耐心指导，生活中也是特别细心照顾。他为云朵定制了独特的音乐风格，亲自制作歌曲，还带着他参加了各种演出，让他有机会接触到更大的舞台。在刀郎的细心培养下，云朵的音乐才华得到了很好的展现。他演唱的《爱是你我》迅速走红，成为当时华语乐坛的热门歌曲。短短3年时间，云朵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餐厅服务员蜕变成能够与成龙同台演出的歌坛新星。他们的故事一度传遍了音乐圈，大家都津津乐道。时间来到2012年，这成为了两人关系的转折点。在刀郎的告别演唱会上，云朵挥泪告别，似乎预示着两人即将走向不同的道路。刀郎这次决定不再唱歌了，而云朵还是继续追求他的音乐梦想。接下来的10年，两个人都忙着各自的发展。刀郎差不多淡出了乐坛，而云朵还在继续努力。虽然偶尔也会有联系，但彼此之间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10年足以改变很多事情，曾经亲密无间的师徒，如今各自有了自己的生活和事业。联系的减少是必然的结果，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这不代表他们的感情变淡了，只是生活让他们慢慢走远了。2020年，刀郎带着新歌谈词话本回归乐坛，这被视为他复出的信号。紧接着2023年，罗刹海市的横空出世，彻底引爆了乐坛，刀郎的名字再次成为热搜榜的常客。多年前的恩怨情仇也被重新提起。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曾经的争议和质疑慢慢被大家淡忘了。在刀郎高调复出的同时，云朵则选择低调发展。他没有参与刀郎的任何音乐活动，也没有公开表达对师傅复出的看法。这种沉默引发了外界的各种猜测，有人认为云朵是刻意避嫌，也有人认为他已经与刀郎渐行渐远。2024年，刀郎开启了巡回演唱会，这无疑是粉丝们期待已久的大事件。可是现场却不见云朵，这让网友们又开始议论纷纷。云朵的缺席成为了舆论的焦点，各种猜测和质疑铺天盖地而来，背叛师门、忘恩负义等负面标签被贴在了云朵身上，甚至有传言称云朵曾在刀郎最低谷的时候因为版权问题起诉过他。这些传闻让云朵的形象受到了极大的损害，甚至影响到了他的职业生涯。面对舆论的压力，云朵的公司终于发表了声明，澄清了事实。声明中指出，云朵与刀郎早在10年前就已经解约，两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商业联系。云朵的缺席并非背叛，而是一种正常的商业选择。刀郎也随后发布声明，证实了这一说法。尽管发了声明，大家的议论还是没有停歇，云朵的口碑持续下滑，甚至连他在黄光的演唱会也因此被取消。在这样的情况下，云朵再次发声，表达了对刀郎的尊敬和感谢，并强调师徒情谊从未改变。云朵和刀郎的故事并非简单的背叛或忘恩负义，而是在时代浪潮下师徒关系演变的一个缩影。两人从最初的亲密合作到最终的分道扬镳，
其中既有个人选择的因素，也有时代发展的影响。虽然双方都说没有商业往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师徒关系就结束了。云朵在声明中表达了对刀郎的尊敬和感谢，并强调永远热爱我最尊敬的老师。这表明在云朵心中，刀郎依然是那个对他影响深远的恩师。而刀郎也从未公开批评过云朵，反而在之前的采访中曾多次表达对云朵的欣赏和支持。这种关系并非简单的师徒情谊，更像是一种相互成就、相互影响的特殊连结。他们曾经一起努力，共创辉煌，现在各自发展，但都在对方的生命里留下了深深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云朵的独立发展并非突然的决定，早在2014年，刀郎的公司就主动提出希望云朵独立发展，双方友好解约。这说明刀郎并不是像外界说的那样被背叛了，反而鼓励云朵去追求更广阔的发展。当徒弟逐渐成熟，拥有独立发展的能力和空间时，师徒关系可能会逐渐淡化，最终走向独立。云朵和刀郎的故事或许正是师徒关系演变的典型案例，他们曾经互相帮助，一起成长，但最后走上了不同的路。这并非背叛或忘恩负义，而是一种对彼此的尊重和理解。